在1989年小美人鱼上映前，迪士尼动画部门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连续几年不尽人意的表现，让执行长麦克·艾斯纳一度想放弃动画这个迪士尼的起家事业，专心经营更有商业价值的主题乐园。为了力挽狂澜，导演约翰·马斯克和罗恩·克莱门茨决定以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为灵感，说服高层重启小美人鱼这个因为1984年真人版创意重叠而被否决的项目，试图让动画部门再度起死回生。想当然的，当时迪士尼高层完全不看好这部电影，除了因为过去几年的低潮之外，这也是第一部没有华特迪士尼参与的公主电影，实在很难让人相信凭借这样的制作团队有办法延续过去风靡世界的神奇魔法。但小美人鱼的表现不仅令高层跌破眼镜，叫好又叫座的拿下2.35亿美金的全球票房，许多创新更在日后成为迪士尼电影的金字招牌。像是不再单纯等待王子拯救，而是有着自己渴望与追求的公主形象，以及除了烘托氛围和情绪共鸣，更在描绘人物心机上画龙点睛的动人配乐。时至今日，这些元素依旧支撑着迪士尼，让其作品总能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要是没有小美人鱼，我们可能就看不到后续《美女与野兽》、《阿拉丁》、《狮子王》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也不会有席卷全球的泪一购风潮。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仅创造了动画产业的再次文艺复兴，更是迪士尼这个品牌能历久弥新的重要象征。如此有时代意义的作品，自然也不会逃过这几年变本加厉的真人化魔掌，遭受的质疑也丝毫不亚于当年的动画版挑战。只是这次不再是资方对制作团队的不信任，而是观众对潮人番的厌倦与政治正确的厌恶。似乎这部电影本身的好坏早已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它的成败能被解读或定义成怎么样的价值观。那么如果撇除这些细外因素，单纯以一部电影的角度看待这部小美人鱼，它的表现足以让观众放下成见吗？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本频道致力推广影视作品背后更多的可能性，内容包含深度点评、影剧推荐、影视趣闻，以及各种技术解析，不定期还会有超可爱猫猫彩蛋与你作伴哦。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喜欢电影，就请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努力更新的最好动力哦。该如何定义一部优秀的动画真人版电影？是要有令人眼前为之一亮的剧情改编，还是忠实还原原作的照本宣科？我想不论是创新还是致敬，最关键的都是如何用新技术创造与动画相似的感动。就这个标准来看，小美人鱼在画面表现上还算及格。相比起动画版需要靠绘制影或改变人物肤色，让观众察觉角色在海洋深浅位置的变化，真人版则透过层次分明的场景光源与环境差异，做到配合剧情起伏的效果。透过不同场景的氛围塑造，观众自然就能融入剧情之中。虽然无法与同样以海洋为主的《阿凡达：水之道》相提并论，但已经尽量做到不至于让人出戏的程度。整体来说，尽管不到令人惊艳，却已经足够让当年看动画版的观众亲身体验一次小美人鱼中充满奇幻色彩的海洋世界了。毕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而剧情方面，虽然与动画版几乎一致，却也在细节上做出不小的改动，像是当年被不少人调侃艾丽儿太过恋爱脑的性格，真人版则透过更多艾丽儿与父亲的互动，让故事核心不只局限在跨越种族的爱情，更强调了孩子寻求独立，父母却还不愿放手的情感连结。这点不只体现在艾丽儿身上，王子艾利克也面临着同样的课题。比起动画版单纯将艾利克定位成理想的白马王子，这次真人版则将他塑造成一个有着自己目标，想透过出访异地增广见闻，让国家进步的探险家。这样的改编不仅让角色有了更多的层次，也让两人从童话故事的一见钟情，变成有着共同兴趣与理想的伴侣。电影原创的艾利克和艾丽儿分享收藏品桥段，更是可以感受到与所处环境格格不入的他们，终于找到知音的相知相惜。在艾丽儿与乌苏拉签订契约时，也并非像动画一样为了爱情完全不顾一切，
而是乌苏拉掌握了他对只能墨守成规的恐惧，诱导艾丽儿签下不平等的契约。电影版也改掉了有些物化女性的歌词，整段看下来比动画版更加合理一点。另外，为了让观众能对角色心境更感同身受，电影版除了重新诠释经典的曲目，还为男女主角各做了一首原创歌曲，不仅让饰演艾丽儿的海莉·贝利可以一展她绝美的歌喉，也让歌曲推动剧情的传统得以延续。其中最知名的《Part of Your World》，海莉·贝利不仅完美还原艾丽儿对新世界的向往，更在演唱过程中透过些许的停顿、颤音与语调的变化，让观众能直观感受到她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如囚鸟般被束缚的悲伤，绝对是迪士尼真人版最还原的演唱之一。随着男女主角的个性改变，配角们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变化。值得庆幸的是，小比目鱼、塞巴斯汀和史卡多的小伙伴三人组没有像木须龙一样射歪了这种距离，你竟然会射不中，你这个烂炮！但因为变成真实的动物，让动画鲜活生动的形象锐减。毕竟要一只螃蟹和鱼做出人类的表情，还是有些太过于诡异了。尽管如此，这三人组在电影中的表现依旧值得赞许，尤其是史卡托和塞巴斯汀一搭一唱的饶舌，透过欢快的节奏与平易近人的台词，和观众刚目睹艾利克被乌苏拉魅惑的片段形成强烈的对比，更加深了后续发展的戏剧张力。不过，说到最让人满意的角色，绝对还是非饰演乌苏拉的两位演员莫属。不止外形和神态都几乎一模一样的玛丽莎·麦卡锡，就连出场不到10分钟的人形扮演者杰西卡·亚历山大都交出过目难忘的精湛演出。虽然没有像动画版一样充满邪气与令人不寒而栗，却让乌苏拉从纯粹的邪恶转变成呼应两位主角一样渴望认同的边缘角色。说到这，你可能会以为我对这部电影的评价跟主流媒体一样，圣战小美人鱼是迪士尼有史以来最好的真人版，但很可惜并不是，因为在这些创新与致敬背后，这部电影有着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别误会，这里指的并不是艾丽尔的肤色问题，也不是选角的审美标准。当然，熟悉的角色被忽然空降成陌生的模样，任谁都会觉得吊诡和无法理解。但如果电影真的如宣传时所说的一样完美，那么相信大多数观众也会乐见其成。所以我们更看重的还是这部电影有没有达到开头时所提到的标准，是否符合观众对原作印象的重新诠释。所谓的重新诠释，当然也就包含了这次的肤色既定事实。而说起小美人鱼，除了奇幻的海洋世界、逗趣的配角、邪恶的女巫之外，观众对这个故事最深刻的记忆，绝对还是男女主角跨越物种的真挚爱情。然而，这却是整部真人版处理的最差的部分。真人版的乌苏拉为了阻止艾丽儿完成契约，特别下了一个让艾丽儿忘记自己要索吻的咒语。这个安排看似会让艾丽儿更符合不是单纯痴迷艾利克的设定，以及让两人能自然发展成所谓的真爱关系。但从结果来看，却有些本末倒置，因为如此一来，艾丽儿就失去上岸后的明确目标，让人搞不太清楚电影中段的冒险，艾丽儿是基于对艾利克的好感，还是为了满足对陆地生活的好奇。毕竟真人版明显把后者放在前者之前，而此时还在寻找心上人的艾利克，更不可能主动追求突然出现的艾丽儿。所以可想而知，一段双方都处于被动的恋情，升温的机会自然也十分渺茫，所以就导致本来应该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夜间划船，变成了有达未满恋人问号的尴尬互动。但用手指贴嘴唇告诉对方名字，这点很浪漫没错，但依旧感受不到任何的暧昧氛围，顶多就只是从陌生人变朋友而已。最主动的竟然还是塞巴斯汀和史卡托。再加上真人版拿掉了艾利克扔掉笛子选择艾丽尔，以及后续被乌苏拉用魔法控制的画面，这就让个性已经变得像个老好人的艾利克，更显得是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墙头草。而更可惜的是，被许多评论称赞改由艾丽尔击败乌苏拉，而不是像动画一样英雄救美的桥段，
让艾利克失去证明自己的最后机会。我当然不是说展现女性力量是错的，但别忘了艾丽尔已经先救过艾利克了，所以最后改由艾利克反过来拯救艾丽尔。与其说是老梗，我觉得更像是彼此都有为对方付出的平衡。取消了这个安排，就让真人版两人结伴冒险的结尾，与其说是一对神仙眷侣，更像是艾丽尔带了一个小跟班去追寻自己的冒险。当然，这也有呼应电影特别强调的亲子关系和自我价值的认同。最后国王的祝福也令人十分的感动。但爱情呢？说好的爱情就这么没啦。所以尽管这部电影有尝试赋予角色新的意义，让他们不再局限于童话故事般的单纯美好，却在剧情上过度迎合动画，没有做出适合这些创新的调整，同时也因为这些改动变得绑手绑脚，无法真正聚焦两人象征种族融合的伟大爱情。很多人会把这样的结果归咎于海莉贝利的演技，确实她的表演没有像迪士尼官方吹得那么优秀，毕竟要一个演员完全不能说话，只能用表情与肢体演出，本来就很有难度，对歌手出身的海莉贝利更是吃力。尽管处处都可以感觉到她真的很尽力想演好艾丽尔，有时真的太过用力了，趴在石头后面那幕说真的蛮恐怖的，但成效只能说差强人意。艾利克的演技也同样如此，尤其在其他角色的正常发挥下，让这对男女主角更加相形见绌。那么既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最后还是来稍微聊聊对改变肤色的一些想法。这当然没有对错，我们也只是稍微分享自己的看法而已。我曾经看过一则对这次选角争议最贴切的评论，可以接受蜘蛛人是黑人，但不能接受彼得·帕克变成黑人。同理，小美人鱼可以是黑人，但艾丽儿不行。这并不是对黑人有什么偏见，或觉得经典就不能改编，而是对这个角色最基本的尊重，也是保护演员和制作团队的方式。因为不论成果好坏，饰演这个角色的演员都一定会受到大量的批评，所以与其硬要一意孤行，倒不如参考安徒生的悲剧结局，改写一个名字不同的小美人鱼故事。迪士尼这样的做法，不仅将演员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更让本来诉诸种族和谐的故事，沦为只能选边站的唇枪舌战。说到底，最后得利的还是只有资方，不论有没有回本，都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见风转舵，牺牲的却是真心希望看到优秀黑人公主故事，以及受够了经典被消费和糟蹋的忠实粉丝们。再提一个我们觉得电影改编失败的部分，动画版中有很明显暗示，如果没有完成契约，就会被乌苏拉变成可怕的海草。国王为了艾丽儿承受了这个诅咒，因此被乌苏拉夺走三叉戟，而不是像真人版国王把三叉戟给乌苏拉后，就变得像一具木乃伊，之后又突兀的复活，搞得好像国王的本体是三叉戟一样，让人看了一头雾水。最后也想问大家，你最喜欢的迪士尼真人版是哪一部呢？我们的话会选2021年的时尚恶女库伊拉，不论从故事、美术到演员，绝对都是迪士尼近年来最好的组合。另外，我们看完这次的小美人鱼后，反而更期待看到乌苏拉的前传故事。拜托，如果要拍的话，请把2位演员找回来。那么下部影片很快就来，就让我们不见不散啦！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请帮我按赞和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哦。电影不只是娱乐，也是各式人生的缩影，它来去之间总会有个画面令你驻足。欢迎各位爱电影、爱人生的朋友来与我们一同学习这门平凡且伟大的艺术。电影学，学电影，我们下回再见喽。